嗨，大家好，我是 Chandler。今天想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目前在多伦多每个月的生活开支，以及在支付完所有开销后到底还能攒下多少钱。不过需要说明一下啊，咱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产生的费用也不一样。我的生活方式呢，属于那种典型的家里没有矿打工人的生活，不奢侈，但也没有过分的去节俭。大部分时候的状态呢，是想要的东西都买不起买得起的东西呢，都是些生活的必需品。偶尔这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冲动消费一把，肉疼好几个月，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实话说啊，我在录今天这个视频之前呢，我也不清楚具体每个月能攒下多少钱，只是经常会疑惑，我都工作这么努力了，存款这些年怎么就岿然不动呢？我决定是时候去整理一下了，别到时候人还在，钱没了，是吧？那太恐怖了。接下来呢，我会从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开始依次扣除这个居住、饮食、出行相关的费用，咱们看看最后还能剩下多少。希望不要给我个惊喜啊！这个年纪大了，心脏不好。2023年，我平均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大概是8500块钱。这笔钱呢，基本上在卡里待不了几天啊，就得先支付房贷加上管理费4000块左右，这个几乎一半的收入就没有了。我是在近年来高息的情况下买了套小房子利率高达5%以上而且首付的金额不高就是我之前的一点点存款，所以目前的月供确实是很高但这就是当前的这么一个情况。希望下次这个 renew 房贷的时候利率能够降下去。关于居住的开销呢，还有地税，大概平均到一个月是300块钱，utility 100块钱还有这个房屋保险100块钱关于居住大概就是这些了。接下来是饮食方面的费用我首先得承认我这个人有点懒，不爱做饭，因此工作日午餐我一般都在公司楼下的这个 food court 吃的。就拿我最爱的 Pad Thai 来举例子的话，一顿饭大概是税后16块钱，每周去4天的 office，一个月就是256块钱。去公司呢有个好处呢，就是可以蹭公司的咖啡喝，有公司的咖啡绝不自己花钱再买了。经常有同事呢就问我，Would you like to grab a coffee？我向来都是假装自己很忙，实则是怕肉疼除了这个工作日午餐呢，每个月去 grocery， 也就是一些蔬菜水果和日用品之类的，再加上偶尔点些外卖，总共呢大概是600块钱。除此之外呢，关于饮食还有一项费用，那就是和朋友去餐厅吃饭。周末聚餐呢，基本上平均到每一个人身上的费用都在60块钱以上每个月少说和朋友聚餐4次，这就是240块钱。有时候下班之后呢，在 downtown 还会和同事或者朋友去 bar 里小酌几杯每个月在这方面的花费至少也是在100块钱。这个工资已经是所剩无几了这还没算出行呢。我前年的时候是 finance 了一辆汽车，因为当时的车贷利率还算 OK， 因此我当时就零单配提了车，月供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我承认买这辆车绝对算是冲动消费了。当时其实是受一个朋友的这个蛊惑，明明是人家要换车，我是去陪看的。结果呢，看着看着，我也误以为自己是属于那个消费层级的，稀里糊涂就跟着订了车。我朋友人家换车呢是家境殷实，我呢这个纯意气用事最后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 car poor。关于汽车的费用还没完车险一个月是高达220块钱。感谢那些偷车贼和毫无作为的安审警察。汽油差不多一个月能用到1箱半，大概是110块钱汽车保养平均到每个月大概是50块钱。我其实已经不想再算下去了，这个剩不下多少钱了。关于出行，还有一项费用是工作日的通勤我一般搭乘多伦多近郊的这个火车上下班，单程的费用大概是7块钱每日往返14块钱，一个月就是224块钱。所以呢，扣除完这些费用之后，我每个月剩余的资金来到了1200块钱。咱不哭，因为还没完。这其实已经是最保守的估计了，因为还没算一些其他的购物，比如说偶尔剁个手什么的，也完全没有算偶尔可能出去玩一下的费用，这些分分钟呢都是上千块钱的支出。因此在全年来看，我觉得最真实的情况就是个别的月份一定是有赤字出现的大部分的时候可能是 break even， 极少数的月份可以有结余。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那点存款在买房后这么久了依然是这个稳如磐石。那么简单分析下我每个月的支出从每个月的花费来看，房屋相关的支出占比是高达了60%以上。如果说租房子的话，比如说去租一个 two bedroom 的 condo， 每个月可能会省下来500多块钱。但是呢，这笔钱就会是完全的一个费用，因为我们并不拥有这项资产，所以呢，这个利弊需要我们去权衡一下。汽车相关的支出占比呢，也是高达了将近20%。
这项费用我觉得完全可以去节省一下，不要像我一样这个脑子一热啊，打肿脸充胖子就不好了，到时候肉疼的可是自己啊。这项费用可以稍微省下的话，我觉得每个月省下1800来块钱也是有可能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内容，希望我的分享能对想来多伦多生活的朋友有一些借鉴意义啊。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